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许志杰委员、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马文君委员、李明玄议员、江以真议员。好，那么川普很得意他说呢，10年美国的关税可以减少4兆的赤字他说证明我是对的，因为很简单嘛，美国一年进口3兆美金外销2兆美金的，它逆差1兆美金不算服务业其他乱七八糟这些，3兆10%就是3000亿嘛，15%就是4500亿嘛，如果还按照原来那样进口，当然进口也许会少一些了，所以他认为说他是对的这个收的钱收的比较多。那今天立法院总统台去报告了，到底谈些什么他说我们要争取3个东西啦，第一个要合理税率啦，第二个呢半导体232条款啦。第3个不叠加既有税率的但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了郑丽君说，他回到台湾以后呢，3度跟美国有视讯会议了那到底争点在哪里？结论是什么这大家关心的嘛那另外呢，这个车子到底有没有？现在有3万辆汽车在港口，3万辆日晒雨淋，为什么？因为买主觉得说美国进口关税可能是017.5%关税0就差很远，100万就差17.5万200万就差35万虽然进口商未必会全部反应但是呢，总是他们觉得这个时候干嘛去交车呢？所以有3万辆车在海关在海关那另外呢，这个傅昆萁说，产业已经从希望变成绝望，本来希望政府好好谈那郑丽君说会用结果来证明他们很努力。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其实这个不分党派，都希望看到有好的结果嘛，因为对产业里面各种立场都有嘛，希望对产业有利的那另外呢，这个传产很惨，说4大产业现在快撑不住了。哪叫4大产业？工具机、模具、塑胶制品、电子材料，这个竞争力恶化因为日本15%嘛我们20%叠加关税，所以这4个产业蛮惨的那另外呢，这个有外传了说呢，我们答应要投资美国2500亿美元，赖清德说不负事实，恐干扰谈判也没有什么干扰那到底是多少嘛？就你们都不讲大家才会乱猜一通嘛那另外呢，农业说提了180亿元方案，强化台湾农业的体质那180亿够不够那农业到底能不能抵抗这个美国产品的大举入侵呢？我们看一下。史上头一遭，行政院副院长站上立院议场备询台进行台美关税专案报告。我们的出口结构里面超过70%是半导体及 ICT 产品。那美方这在232的调查当中那所以美方也希望台美双方最好的优惠232一并协商，需要多一点时间讨论。我们还没有完成的是最后达成协议之前的总结会议。总结会议完成，那就是踏出了很快的第一步。为何谈得比日韩还要慢？行政院解释，因为美国对台逆差第6大，关税以及232协议同步并轨谈判，但传出关税筹码包括保障美国商品全面市场开放，还要台湾企业4年赴美投资2500亿美元。行政院驳斥不是事实。有关媒体所述的相关数字跟项目其实跟我们谈判情形有所出入，而且最重要的是未经向经贸办以及部会来查证那我们也速度跟国人来说明现在谈判还在持续进行当中，一旦台湾和美方达成协议，一定会主动跟大家说明，一定会送国会审议。谈判细节依旧无法提供。从8月1号宣布台美叠加关税20%，至今将近1个月，仍没结果。再也跳脚，到底要让人民等多久？台美需要一些时间，持续就对等跟232一并对谈一并谈。那所以我们持续在这个谈判中。那我们希望越快越好。那美国财政部长所以今天到立法院正式专案报告，是给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希望产业都绝望了，你们还在希望？我们全力以赴，越快越好。承诺谈判全力加速，但什么时候谈完没有答案。来，凤馨，
我们先从美国的角度，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呢，赵先提到说，川普很得意洋洋说证明我是对的。他为什么说证明我是对的？因为那个是美国的国会预算处，他们呢重新的去评估了，就是有关于关税收入，还有之前我们大家提过的川普的大而美法案，那个减税法案。那么那个时候的减税法案呢，那时候的这个美国的这个 CBO， 就是他的国会预算处估计呢，会让美国1年增加大概会有将近4000亿的赤字，10年下来会增加4兆的赤字。那时候大家说，美国完蛋了，这个赤字非常非常的多。可是最新的国会预算处的这个报告是说呢，因为关税，美国每1年大概会增加3000亿到4000亿的关税收入，所以可以抵消大而美的减税。因此呢，美国的赤字不会因为大而美法案而增加。这个是国会预算处，因为最新的这个报告，川普看了就很得意洋洋。你说，你看吧，证明我是对的吧？我又执行了在国内的减税，但是我海外呢增加关税。不只是美国的国会预算处，其实最近有2个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一个是标普，另外一个呢是惠誉，这2家。信用评级机构呢，在短短的1个多礼拜的时间，他们都维持现在美国的信评是 AA+， 没有任何的变动，而且长期展望列为稳定。那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在未来的半年之内，他们都不会调降美国的信用评级，理由就是因为关税收入收得很好。好，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呢，《纽约时报》其实之前就已经写了一篇文章，他特别提到，大家都知道《纽约时报》有多么的反川普，他没有川普做的事情，在《纽约时报》的眼里，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好的。可是，在关税这件事情上面，他们也忍不住要写一篇文章说，这个关税收入对美国太甜了。以至于未来白宫不管是换谁执政、换党执政，恐怕都没有办法把关税的税率降低，因为这个收入让美国的财政得到了一个缓解。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现在台湾不断的告诉我们说8月7号这个是暂时性的啦，还在谈判当中啦，然后等等等等的。那但是要暂时多久？因为我们这边是说随时可以重新谈，可是其实在8月7号美国的新的对等关税上路之后，他们的财政部长贝森特有公开说过，10月之前都不用再谈了。他有说公开的说过，就任何一个，他不是针对台湾，他是说任何一个国家10月之前都不，因为我们必须要执行一段时间，然后看看他的成绩之后，我们才会决定说我们到底要如何谈。所以一个是大的方式是收入实在太甜了，他们不会放弃；另外一个是，其实对贝森他们来讲，他们已经完成了阶段性任务，所以我不知道谈什么。那我们这边呢，其实用说服洗脑的方式告诉我们说，因为232条款。好，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半导体是列为232条款的项目，确实现在美国内部都还在研究232条款当中的半导体到底要科多少税。可是你要知道，它的232条款不是只有针对半导体而已啊，它用232条款科高关税的还有钢铝、还有汽车、还有药品，然后以及这个半导体。对台湾来讲，最重的是半导体。可是请问一下，日本、韩国就没有232条款的问题吗？他们的钢铝跟汽车对美国影响更大，所以他们是连同232条款一起谈下来了。所以不是只有说这个他们对等关税15%，他们包括了汽车关税也从25%加 N 降到了15%。当然现在还等待他们更新的行政命令。钢铝的部分也都已经谈完了。欧盟没有半导体，但对不起，欧盟有钢铝、汽车还有药品，他们也一并都谈了。所以我在想的是说232条款，所以我们谈的比较慢，比日本、韩国慢。对不起，日本、韩国除了有半导体之外，他们有更多项目，他们还有钢铝，他们还有汽车。然后现在告诉我们说，因为232条款，所以我们谈的比较慢。那为什么日本、韩国也有232条款，然后欧盟也有232条款，他们可以谈得出来，我们谈不出来？我知道我们很小。我知道美国也许一点都不在乎台湾，我知道川普努力的想要掏空台湾，可是至少诚实的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面对多大的一个困境，这样子所有的企业该去另寻出路的另寻出路，而不是在这边大家都坐待困局。因为现在各国之间，美国以外的各国的串联都在串联当中。南非最近想要跟日本签 FTA， 然后英国跟印度签 FTA， 就是各国这种相互的串联，然后用疏散
市场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这个企业，然后去找出路，这是各国现在在努力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还在谈，我们希望越快越好。但我真的不知道你那个快会不会等到所有的产业都已经死了，然后这时候你再来的关税，我都不知道谈给谁了。你看其他国家要串联，我们不敢啊。我们串联怕美国生气啊，我们只敢抱着美国 ，only you， 只有你啊，哦，然后你不敢，你跟其他人谈，美国会生气，现在不敢得罪美国啊，季凯。这个卓荣他的表现啊，从一开始叫我们4月2号的时候叫我们安心税，对不对？后来一直是黑箱作业，然后到了今天到立法院来了，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带着郑丽君来啊，结果他像鹦鹉一样，他讲的话跟前几天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讲的有新的进展吗？当初讲的不就是这3点吗？你重复鹦鹉又讲了一次，然后今天对我们新的惊吓是什么？又加一个新的。郑丽君说美规的进口车在谈判会，他像那挤牙膏一下子挤1点出来，本来跟你讲一个20%，然后突然就出现说，人家日本15%就已经是个上限了，要20+N， 他才承认了。今天开始又惊吓说美国的这个美规车进口美规的这个进口车又在里面，他一直都没有好消息给我们，他这样挤牙膏一个一个出来。今天大家很生气的是什么？今天民进党的立院党团今天上去质询呢，还一直在那边掩盖哦，包括吴思瑶还在造谣说什么？他说这个历史上有史以来最公开透明的一次谈判。应该是最黑箱一次吧？他们到现在大罢免、大失败2次了，都没有把民进党行政院把赖清德或者行政院长或者把立法党团把他打醒吗？还这样一个颠倒是非吗？今天看到是什么？看到卓荣泰还不愿意把真相跟大家讲，然后看到立院党团他一味在掩护，这跟之前被大罢免用着民意教训之前的民进党有什么改变吗？还在昏睡当中，还在欺骗我们民众当中。刚讲，川普说证明他是对的。他1年如果10年减赤字这个4兆里面有多少是我们台湾的？赵哥，我们1年从美国，我们是他第6大的逆超国，1年要739亿，从我们这边要搬多少钱进去？今天更严重是今天赖清德跟郑丽君，卓荣泰跟郑丽君还不愿清楚跟我们讲，我们到底要去采购多少？我们今天问了多少哦？今天问你到底要去采购多少？你要去投资多少？包括之前有传出来的说什么美国是2500亿，他马上跟你讲说是谣言。可老讲这个都是一个问号哦，这不只是媒体报道，终究不是2500亿，不见得是更少搞不好会不会更多？项目是什么也都不跟我们讲。今天文具在这边到底有没有包括台积电1650也没讲，也没有在里面，你都不讲，这个有什么不能讲的？你看南韩是怎么样？李在明上任后没多久，他们组了一个南韩的这个谈判队伍，他们3大企业都去了，三星也去，现代也去，对不对？韩华造船去带着去喊出什么？我可以帮美国让你的造船业可以再伟大。然后呢？他们本来是20%，一下降到15%，为什么台积电跟我们的一些企业不能够一起去呢？今天是让我们生气，就今天本来有很好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公开跟大家讲，然后企业都已经很清楚跟你讲说，请让我们一起来参与，好不好？现在企业碰到困难是什么？2个，一个现在不敢接单了，接单是找死，对不对？不接单等死。传统企业真的现在老讲是很惨的。第2个，他们一直在呼吁，不是只有关税问题，你至少把汇率的问题。我们最近这半年已经升值了，我们的台币已经升值了10%，这是多严重一个问题。他们连要转移从美国这个市场转移到欧洲去，转移到东南亚去都没办法，因为你台币一升值，你那个成本就是增加的嘛。政府到现在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现在是什么？企业说接单是在找死，我们现在的政府要这样一直在等死吗？这都让他生气了。今天本来有一个很好机会，你可以把这个黑箱打开，让全民可以一起来，大家共同来解决问题嘛。你今天不只是不面对问题哦，还在消遣说什么？你比以前都更公开透明，有吗？民众现在有看到哪一个东西是公开透明的？主要这些外销厂商现在报价不知道怎么报了，你不能报价就很惨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汇率啊、关税什么，我怎么报呢？万一报了赔钱怎么办呢？那不如都不报嘛。那进口商也不敢了，也不知道你将来会怎样啊，所以就麻烦在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国军呢？本来是要加薪3万了，这个蓝白通过嘛，立法院通过了。然后呢，现在府院说要申请释宪，所以明年的预算没有编。好，那你预算国防预算都加上特别什么9000多亿呢，很高的预算哦。那这个军人，你武器到时候谁来操作呢？你总是希望的军人的素质也高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那现在呢，国军也用这个去招募啊，
招募新兵，说你看你们待遇不错啊，结果这一下突然要释宪不变预算，国军赶快把加薪3万文宣给他撤掉啊，不敢讲了哦。所以呢，包括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林秉佑都说，行政团队价值混乱了，一下子要给军人加薪，一下不加，一下说不普发1万，又说要普发1万，那个标准变来变去，我们怎么替党中央来辩护都有问题啊！所以林秉佑议员就说你这诚信颓丧嘛，你变成没有诚信嘛，那连王浩宇也说，绿支持者都很难帮忙去辩护。因为你普发现金还有加薪反反复复啊，那另外呢，王宏威就说这叫国家级诈骗了，你国防部都出来了宣传说这个军人可以加薪3万了，突然没有，赶快撤掉军令不可以用这个宣传募兵，所以呢，网络就是这个诈骗党嘛，不可以用这个宣传，原来宣传很好啊，对不对？当然待遇是很重要的嘛，军人最大的损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没有自由，叫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你不能够违抗军令啊，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啊，那我牺牲那么大的自由，甚至打仗的时候我可能要身先士卒，待遇高一点又怎样呢？然后呢，编了以后，这个立法院通过又撤掉，所以呢怎么办？还有呢，军公教明年也不调薪，所以以前调过好几次了，怕社会观感不佳，所以公务员也生气说3%都不给。3%都没有所以很生气。我们看一下，个别委员所提出来的所谓的这个加薪，因为这个有涉及违宪的问题，那我们静待大法官判决之后，如果没有违宪，我们会追捕。日前视察168舰队，总统说的话很明白，国民党提出的军人加薪修正案，将志愿役加给从现行的1万5提升到3万元。总府6月正式公告，等于生效。日前却没被纳入明年的总预算。国防部对这个事情有没有意见？谢谢。部长日前也被记者追问，国防部至今没有给正式说法，倒是执政党的立委先发制人。军人的薪资主要就是本俸，再加上他的志愿役加给，所以志愿役加给在修法之前也都一概是齐头式的平等。我们将它统一提升到3万元，不仅呢不会造成这个整体的困扰，而且呢对于过去的公平性仍然可以维持。反向不要混淆加给类型，蓝委痛批政府如今这样收手，已经让原本以薪资为号召的国军人才招募面临卡关。朝野攻防预计得花一段时间，只是恐怕已经伤了部分国军很是期待的心。我想照顾军人这个我们每一党都会想办法去照顾所以我现在知道的就是我们的士官现在的薪资大概有6、7万元了那当然就是说刚提到志愿役全部都加3万事实上现在我们行政院打算做的总统提到的版本就是说可能一线的加15000到17000那内勤的加多少，就是说它还是有一点差别，就是说你在一线直接真的是比较危险或比较紧张就跟警察有一些外勤加给跟内勤它的那个加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认为说，其实我们应该是说就整个财务来看怎么样去分别就是该比较危险的我们就给他多一点，那该内勤的是不是可以有不一样的思考这是行政院的思考。那当然就是说在这个加薪的军人待遇条例，我个人的见解是这样，包括普发1万的现金普发1万的现金，就这是立法院通过的，还是行政院的版本通过的不一样就是说立法院其实我们真的是不适合有那个预算权比如说那个明显如果在台北市议会提一个，就是说那兵役局比较辛苦，兵役局每个员工加3万，这样可不可以或者是宜臻在新北市说新北市议会通过兵役局比较辛苦，每个员工加3万，可不可以？所以就说今天立法院跟台北市议会跟新北市议会，它的性质是类似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民意机关有审预算权，但是我们没有编预算权所以像普发条例这一个案子，现在变成说用行政院版本来写普发现金1万元。我觉得这样子的程序才合乎宪法的规定所以呢，我想我们真的不是说到底是多少跟多少，而是一个立法权跟行政权总是也有分别。那再来说对军人的照顾，我们希望说不断的去提升军人的待遇。所以其实你可以看现役军人的待遇，其实它不断的在提高
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去增加这个军人待遇的一个诚意。那未来要提高到多少？我想我们只要是合乎真的是危险的加级或者是怎么样的加级，我想我们都会尽量来配合。不过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以前我在当议员或民意代表或现在当立委，事实上我们在提预算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行政机关你应该要怎么样处理？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合程序的法令，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很理性，该增加的一起来增加，但是就是我们立法有建立权，希望行政院可以做一个案子出来，那供大家来表决，这样子就比较合乎程序正义。这个部分我要特别说明一下哈，因为其实它不是突然单独对军人加薪，因为我们的国防预算是明年要暴增非常多的预算，几乎达到9000亿以上，你已经达到 GDP 的3%，3.32，你已经超出了，所以你既然要增加到3000亿的额度，那我们军事预算本来就是人为费，还有我们的像我们的武器的采购，还有像我们的一些维护费。那你人为费，其实你增加3000亿，我们把人员的这些福利增加300亿，它不过1/10，其实他们并不是有特别说还需要释宪，因为普发1万你都没有释宪的，那你军人这个拿来释宪，我觉得执政党是有点笨，这一点我真的是这么觉得哈，因为其实这是买命钱呐。你今天动不动就说我要买多少武器，然后我要展现决心，可是你连自己军人都不照顾，那你要怎么展现决心？而且我们买了一大堆的武器，这只会而且一下子暴增。大概至少3000亿，过去我们买的有很多武器装备都还没有到货，那你现在又增加这么高的额度，那买了以后到底谁来操作？比如说像我们看到之前我们的I2发射出去4秒就爆了。还被取笑说，这个是最贵的烟火。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是我们过去一下子买很多，那买很多你也没有办法训练，也没有时间打，结果你又放在仓库，放在仓库以后那现在又把它又花了大钱，然后再去做性能提升3年前才做好，结果去年跟今年试射都失败，都有问题。那你花了这么多钱，我们现在要大量的预算去买美国的武器，去买无人机，那你一下子买那么多，又没有人可以操作，你也没有办法训练，那你又不愿意增加这样的预算。像我们这一次很多军人其实所有军职人员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因为可以增加这么多的这个加级。其实这不是加本俸它加级是你如果退了以后就没了。所以其实他们在这个部分，而且刚刚有一个部分我必须要说明澄清就是说其实他每一个他是齐头式的，所以是每一个人都增加，他在第一线他还是会有其他的加级还是一样啊，跟你现在一样，他只是大家都会增加到这个3万块，所以其实他不会说你好像在比较危险，所谓的比较危险，现在已经不一定了，跟过去已经不一样，所以这是第一个。那这样子，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照顾军人，我想其实你要他们卖命，我觉得真的很难。再加上我们因为这个讯息出来，总统都公告了，大家本来认为这个一定没有问题，所以大家相信所以有些人本来已经要退了，选择要退的，现在都突然续留，对，大家都已经又续留。还有我们已经好久，我们的陆海空军，包括政战，包括国防大学，包括国防医学院已经很久，他都没有满额招标，没有满额，这一次全满。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数据嘛，我们在这个数字上面，我们的募兵其实碰到很大的困难，所以这是自愿意的加级，它并不会因为说，反而现在民进党提供的加级的部分才会造成不公平，因为他如果本来在外岛，他可能在买了房子，结果他在那里有1万多块的加级，回来以后就没了，你只是对少数人做这样的加级，你全部都加级以后，我相信其实大家可以更卖力的维护国家的这个安全。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还是请执政党其实要去想一下，不要像普发1万一样，你变来变去，到最后你现在武器要买那么多，我想要请问，到底谁要操作？那你买那么多，而且放了会过期会坏，你人才是最重要的。我简单再补充一点其实文君讲的，其实我们都可以检讨跟讨论。
我希望说以后执政党跟在野党大家就是用这种态度来讨论。那我刚讲的说你是今天要多少钱，或者是要普发多少钱，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只是说我们讨论之后，行政院该有行政院的提案。这样子才合乎立法，行政跟立法一个权责分开的权利。全世界也不是如此运作。是啊，不要把立法院当作是地方议会，立法院有立法权，地方议会是没有立法权的。全世界的国会它都可以立法，它都可以做政策上面很重要的一个决策。这就是为什么行政必须要去跟立法好好协调的地方。这整个案子，立法院立完法之后，如果行政院觉得窒碍难行，宪法里头要求的就是复议。如果你行政院没有复议，就代表了你接受了这个案子，却不编列预算，这就是宪政灾难。我记得美国国会对啊，立法跟预算行政部门不能提的，对啊，都是每年总统去国会去发表国情咨文，是，那他同党的议员根据他的国情咨文提出法律案跟预算案的，所以国会基本上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的就是说，如果在野党不这样提，行政院怎么会理他呢？行政根本不理你们，你提建议提了一大堆，行政院不理你啊，他只好用这种方式嘛。这就是彼此之间，我同意你要相互嘛。对你，比如你提名7个大法官，有跟在野党商量过吗？没有啊，我穷就提7个，在野党怎么会通过呢？我今天在野党我一个都不给你通过，NCC 委员也是一样啊。你明明立法院少数，你要立法院通过又不商量，能够这样执政吗？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执政。你回去好好。其实这一阵子这1年多来，我们是真的很辛苦了。我也是觉得两边一起能够多讨论，两边你们不讨论啊？两边的，所以其实我们也觉得不分歧那个老农津贴的时候，民进党在野的时候，立法院通过老农津贴要提高，国民党也没办法讨论了，我们也很希望要讨论了，但是我们没办法讨论了，他也很坚持啊，不要换的，不要卓荣派就都能讨论。好吧，基本上我是觉得本来政治就是最大的可能嘛，彼此都各让一步，然后妥协一下嘛。那你不妥协，那在野党就跟你拼到底嘛。那建议你也不听，我就立法嘛。那现在民进党是有执政权嘛，在野党是有立法权嘛。那立法权拼执政权，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啊。那否则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球还是在执政党手里嘛，如果执政党愿意，很多事情大家商量就好办。问题是执政党他根本不商量啊。如果因为这次726、823，执政党说好，我愿意商量了，赖清德变得比较愿意这个柔软一点了，不是那么任性治国。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讨论的啦。其实我举个例子，那个选罢法的时候国民党有立委跟我讲说，我们也不知道那一天要这样子啊，就不分区决定，连国民党立委都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啊。所以是他们决定，不是我们，我们也很希望好好讨论啊。我相信柯建铭很多事情你们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啦。休息一下再回来。